不管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学过中学历史的肯定都知道野马台国的卑弥呼女王，但是其实它的存在完全是靠三国志的记录，日本没有任何史料清楚地留下了她的故事。如果不是有遣使中国的事情，可能野马台国和卑弥呼女王就要被历史遗忘了。那么为什么他们会从日本的历史书中消失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现在知道野马台国和卑弥呼，是因为在陈寿的《三国志》的魏国倭人传中有提到，而且记录还挺详细的。这部分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3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从魏国到野马台国的路线说明，第二部分是关于倭人地区的自然环境和人们的生活状况，第3部分则是野马台国与魏国的关系。当然，卑弥呼是出现在第3个部分的。总结起来说，倭人传中的倭人生活在从魏国出发东南方向海中的多山岛屿上，是从代方郡，也就是今天的韩国首尔周边开始沿海航行，经过了韩国再向南，接着再向东就到达了野马台国，总航程大约有12000里远。这个说法不仅模糊，缺少参照，而且12000里已经远远超过了中国到日本的距离。所以对于野马台国的定位，现在还是个争议话题。在日本的学界，主要有九州说和近畿说2种主张，也有其他地方的小众小说。然后关于倭国的自然环境和人们的生活状况，倭人传记录的倭人地区气候温暖，有纹身和宽衣的习惯。宽衣不是脱衣服的意思，更不是通商，是指类似披风的衣服形式。还记载了倭人采用墓葬，有葬礼和宗教习俗，甚至还提到了税收制度以及大人下户这样的社会阶级制度。当然，大人指的就是统治阶级，下户指的就是普通民众。在倭人传里有这样一段描述，当下户遇到大人时，要躲进旁边的草丛让路，跟大人打招呼时要跪在地上，双手按在地上，向大人表示敬意。听起来很有中国古代的 style， 但是在1800年前的当时反而是震撼汉人。毕竟当时的中原王朝三公坐而论道的时代才过去没有多久，朝廷中的日常跪拜礼也要再等几百年之后才会成为定制。然后第3部分关于野马台国，记载了公元239年6月，倭国女王派遣大夫兰申米作为使者前往代方郡，希望向魏国皇帝进献礼物。之后同年12月，曹魏委托代方郡的地方官员转交倭国使者，册封倭国女王为亲魏倭王，并且授予了金印和紫色绶带。倭国女王指的当然是野马台国的卑弥呼女王。据说卑弥呼是以轨道治理野马台国，在她成为女王之前，日本是由男性统治的长时间战乱时代。她成为女王之后，野马台国才逐渐安定下来。卑弥呼未婚，由她的一个弟弟协助她处理政务，但是她似乎也有一个专门伺候餐食的男仆。卑弥呼去世之后，葬进了巨大的坟墓。之后野马台国有一名男性继承，不久又爆发了内战。再然后卑弥呼的一位族妹确立为新的女王，国家得以再次平静。大致就是这样。那既然《三国志》中都能有如此详细的记录，日本本土的皇族和贵族自然也应该了解野马台国的情况呀。那我们进入正题，野马台国和卑弥呼为什么从日本历史的记录中消失了？先来说说野马台国。1800年前的事情，对于日本历史而言，已经是神话时代的过渡时代这种古老故事了。一般都是要找现存最古老的历史书《古世纪》，或者是官修最古老的历史书《日本书纪》中有没有相关的记录。但是即使是他们成书的时间距离公元3世纪也已经很远了。古世纪完成于公元712年，而日本书纪则是完成于公元720年。其中作为官修史的日本书纪采用了编年史的方式，相比古世纪中神话故事也少了很多，一般参考性都更强。但是无论如何，两者都没有记录野马台国和卑弥呼。可能更古老的天皇纪国纪等等官修史中会有相关的记录，但是这些已经失传了。而对于古世纪和日本书纪，野马台国和卑弥呼并非是在后世流传中被删减或者是失传了，而是一开始成书的时候就没有记录这些事情。一般的主张是，如果野马台国和卑弥呼真实存在的话，那么这2本书在成书时，编纂者本身应该是知道这些记录的，但是出于政治目的而选择没有记录，因为这2者的编纂过程应该是处于中大兄皇子、中层连族以及藤原不比等的时代。也就是说，藤原氏的时代即将开始了。作为大权臣的藤原不比等，他所出生的藤原氏与苏我氏是水火不容的关系，而野马台国的相关记录对于苏我氏有利，所以这部分被藤原不比等要求不记录了。但是藤原氏和苏我氏的恩怨又关野马台什么事呢？这个就说来话长了，要从飞鸟奈良时代的日本这几个豪族的恩怨说起，关键要追溯到6世纪到7世纪，那还是圣德太子和苏我氏这些早期豪族活跃的时期。九州爆发的盘锦之乱，当时朝鲜半岛正处于三国时代，分为高句丽、百济和新罗。
除了这3个大国，朝鲜半岛南部受到日本影响的小国们组成了嘉耶联盟以求自存。当时日本的大和政权也在嘉耶设置了殖民据点，后来这个据点被新罗国攻占了，日本自然不能坐视不管，于是派出了忠臣一族出身的近江毛野为总大将，率军6万人进攻朝鲜半岛。忠臣氏的主要势力也跟随出征。虽然忠臣氏很可能是从九州发展而来的，但是现在他们已经放弃了主业，要先前往九州北部才能坐船去朝鲜半岛。结果近江毛野的军队还没有上船，就在前往九州的途中被当地出生的另一个豪族盘锦氏阻击。盘锦氏不满大和王权已久，并且此时得到了新罗国的支持，决定发动叛乱。结果近江毛野6万大军竟然战败了差点就丢人丢到朝鲜去了。之后继体天皇任命兀部陆火为将军前往九州平叛。兀部氏是比苏我氏崛起更早的日本早期超级豪族，后来掌管着大和政权的军事事务，当时的实力很强。于是兀部氏的军队击败了盘锦氏，但是由于盘锦之乱延误了时机，日本虽然重新进攻朝鲜半岛，但是也只收回了部分据点。由于这次战败显得过于无能了，近江毛野连同他所在的忠臣氏在大和政权中的声望一落千丈，势力的真空被这场战争中获益的兀部氏和苏我氏取代。兀部氏自然是因为他们在战场上的优秀表现，而苏我氏则是在此战之后垄断了从朝鲜半岛获得最新先进技术的渠道。之后朝廷中变成了兀部氏和苏我氏2大豪族争霸，两家的矛盾最终在之后的崇佛论之争中爆发。对于日本而言，佛教是在6世纪从百济国传入的，对于仍处于神权时代的日本而言，新的信仰思想是重大政治课题。后来朝中分为苏我氏主导的崇佛派和兀部氏主导的排佛派。那看到后来日本佛教这么兴盛，大家也知道这场论战是苏我氏获胜了。但是获得这个结果却是通过了一场战争。当时忠臣氏也加入了兀部氏的排佛派，崇佛论之争完全变成了政治权力斗争。最终兀部氏和忠臣氏进攻苏我氏，是为丁未之乱。虽然苏我氏处于劣势，但是在关键战役中讨伐了兀部氏的核心兀部守屋之后取得了胜利。苏我麻子带领苏我氏一举成为了大权臣家族，但是苏我氏根基依然不够，只能取代了兀部氏，其他占排佛派的豪族们也就退出了事而已。但是忠臣氏还是进一步失势了，于是忠臣氏就怀抱着对苏我氏的恨意一直蛰伏，直到大化元年，也就是645年，忠大兄皇子联合忠臣连族暗杀苏我入陆。知道皇室这次是玩真的了，苏我下野也选择自尽，这就是日本历史上重要的乙巳之变。之后忠臣氏一把火烧毁了苏我氏在京中的豪宅，连带着烧毁了之前圣德太子和苏我氏主持编纂的3种官修史书。到这里你可能要骂我了，我操，这故事都说完了，这不还是没有野马台国什么事吗？哎呀，不要急嘛，这些都是有记录的事情，野马台国它是没有记录的，现在自然是只能从这些看似无关的地方猜测。还记得吗？忠臣氏可能是从九州发展起来的，而苏我氏呢，他们可能是从百济国移民到日本的。苏我氏主脉的先祖中就连续出现了苏我韩子、苏我高丽等等家督，无论这些人是否真实存在，苏我氏主张这份家谱就足以见得他们希望强调与朝鲜半岛的联系。所以有人主张苏我氏就是从野马台国发展而来，因此在藤原氏主导的焚书和重新修史的工作中，野马台国被隐去了。虽然像苏我麻子、苏我入陆这些大权臣因为保留的资料众多而无法隐去，事实上圣德太子时代的官修史当时还是有部分被抢救了出来，但是像野马台国出生这种多年前的历史就有能力去删除了。毕竟忠臣氏和苏我氏进入政权核心的早期路径可能是有重合的。就是这样，现在日本远古历史的记载可能是藤原氏在保留古记录的基础上改写了对自己有利的版本。不过藤原不比等本人作为大权臣意外的在朝中的人缘其实还挺好的，你可以以此否认他改史的说法，当然也可以说这正说明了他八面玲珑大兼适中，甚至可以说这些记录也是他改过的历史。那这都是远古的事情了，而且交叉记录稀少，很难说得清楚了。总之野马台国之所以没有在日本的历史记录中出现，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那关于卑弥呼呢？既然野马台国都没了，这个自然就更没法说去了，甚至可能连编纂古事记和日本书记的人自己都只知道有野马台国，而不清楚卑弥呼到底是谁。反正他们将卑弥呼误记成了14代天皇众爱天皇的皇后神宫皇后了，这个时间上就差了几十年，而且神宫皇后本身也是一个可能有记录错误的人物，基本就是不足采信。关键是《三国志》中说的野马台国和卑弥呼女王到底是不是对的，他也很有疑问。毕竟原本曹魏和这位使臣的交流就是经过翻译，而且还不是当面的。
留下来的专有名词可能就是表个音而已。而且史臣会不会为了扯虎皮，或者曹魏会不会为了强调政权合法性而谎称原本只是小领主的卑弥呼是个女娲，也不知道。毕竟现在是个孤证，什么都不好说。然后到了日本修史的时候就成了，既然中国都有记录，那这个事肯定是存在的，咱也不知道他是谁，那就只能猜一个最有可能的了，也许就是这样而已。总之，在现存最古老的日本史书中，野马台国可能是作为战败者之国而被隐去了，而卑弥呼女王则是连编纂者可能都不清楚到底是谁。那指望其他的史书中重新出现这两个名词也不太可能的。而且就算真的后世的记录中出现了野马台国和卑弥呼女王这样子，咱也不敢相信啊。都看到这儿了，别忘了点赞订阅啊，我们下期再见。